妻子的白月光回国后，他对我越来越疏远，而他的白月光总是以各种理由将妻子从我身边叫走。我一直安慰自己，妻子的态度只是暂时的，她总要回归家庭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意外撞见她和白月光一起进了酒店，我忍无可忍，提出离婚。白月光见事情败露，直接跑路，妻子悔恨不已，跪求我原谅。可被伤过的心又怎能轻易恢复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公，你能别那么幼稚吗？离开我就开不了家长会了。妻子王宁皱着眉头，脸色阴沉，她冷冷地看着我，眼底满是不耐。学校开家长会的同时，还举办了亲子活动，要求父母都到场。我不过按照班主任的要求，让他跟我一起去参加学校的活动，没想到引来了他这般不满。王宁，幼稚的是我吗？为了参加这次活动，我推掉了公司的工作，还得罪了领导。可你呢？明明可以下次再找李贤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今天？难道他在你心中的分量比咱俩的亲闺女还重要？我真的很不理解。李贤是王宁的白月光，从初中时候，王宁就一直追求李贤，只不过那时候的李贤是学校的校草，学习成绩也好，很多女孩追他，到最后，王宁也只是成为了李贤大鱼塘里的一条鱼而已。后来李贤家里出了事，美名其曰出国留学，便和王宁没了联系。直到半个月前，我通过妻子王宁的微信才知道李贤已经回国了。王宁皱着的眉头舒缓了不少，我以为他是被我的话触动到，决定留下跟我一起参加女儿学校的活动。没想到他下一句话把我的火气又提了一层。家长会也好，亲子活动也罢，总是有机会参加的。学校那么多家长，我就不信每一个家长都能抽出时间来陪孩子，根本就不现实。而且李贤现在非常需要我，我必须去看他。话毕，他不等我说话，直接穿上高跟鞋扬长而去。砰！可能是为了防止我追出去拦着他，王宁还故意用力关了门。我阻止的手停留在半空中，他连我作为丈夫说话的权利都抹掉了。王宁他完全忘记了，今天也是我们闺女的生日啊！他曾答应过女儿，今年一定会给女儿一个难忘的生日。可这一切的承诺，随着李贤的出现，统统化为泡影。我去参加女儿学校的活动，家长会也好，后续的亲子活动也罢，由于妻子王宁的缺席，班主任将我安排跟另一个女同志一起参与活动。换句话说，我带着女儿和女儿同学的妈妈一起临时合作。刘莹，居然是你！看到刘莹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被震惊到了。对方同样非常意外。刘莹笑着说：“没想到咱俩这么有缘，都分开这么久了，还能以这种方式见面。”我看着他手里拉着的男孩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是啊，你还在这座城市没走啊？她看上去比以前更漂亮了，朴素衣上下，身材保持的和我记忆中一样良好。刘莹是我高中同学，那会儿我精力充沛，维持学习成绩的同时，偷偷瞒着老师和家长跟刘莹早恋。只可惜我考上大学了，刘莹因为早恋分了心，最后进了卫校。初恋嘛，开始和结束一样，总会留有遗憾。由于那会儿 QQ 还没有普及，上大学之后，我基本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这份最初的情愫也随着时间被封存于心底最深处。你老婆没来，你老公没来，几乎同时，我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，随即相视而笑。刘莹继续道：“
我早就离婚了。我挠了挠后脑勺，我还没有。爸爸，活动开始了。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刘莹说话的时候，女儿及时过来打岔，总算是把短暂的尴尬过渡。亲子活动举办得很圆满。好女儿虽然对妈妈的缺席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就被亲子游戏分了心。活动结束之后，我同刘莹告别，带女儿去游乐场，一直玩到游乐场关门，也就是晚上9点。女儿大抵是玩累了，刚出游乐场就趴在我肩膀上睡着。小孩子嘛，对睡眠的时间需求永远大于成年人。将女儿放在后排，盖上被子之后，我开车回家。到家之后，我发现妻子王宁居然还没回来。我专门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0点半，都几点了？你在哪儿？拨通王宁电话，我的语气冰冷。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晚回来的。自从李贤出现之后，像今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电话另一头，我听到李贤喊着宁宁，还有动音乐播放的声音，应该是在 KTV 一类的地方。吼我干什么？马上回来了。嘟嘟嘟，他说完就挂了，不给我说第2句的机会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忍了又忍，暂时将这股气给压了下去。要不是看在乖巧女儿的面子上，我早就不惯着她了。可如今我不得不给她一次又一次机会。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我深知一个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性格影响有多大。结婚那会儿，王宁父母还不同意，哪怕我条件各方面都很好，他们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：我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，性格肯定有缺陷。不过好在，最后我用行动证明了，我是一个好丈夫，更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只要王宁能守住他自己的原则，疯就疯一点吧。我只能在心里这么告诉自己。原因无他，我就算阻止，王宁也不听劝的，反而还会引起争吵。我不知道王宁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只晓得一大早领导就给我call了10几个电话。接通电话之后，领导让我立刻去一趟公司，有个项目技术出了点问题，需要我立即处理。望着躺在床边睡得跟死人一样的妻子，我做了个深呼吸，在微信上给她留言，让她照顾好女儿。因为今天是周6，简单洗漱之后，我拿上钥匙就下楼开车直奔公司。刚到公司，领导就拉着我一头钻进了会议室，开始电脑远程工作。这一忙，连午饭都忘记吃了。直到下午3点，处理完公司的事情之后，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神情轻松道：“今天多亏你了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”我笑着拒绝了，要陪女儿。上车，下意识打开手机，本以为妻子会给我发信息，可我完全多想了。除了工作群、小区果鲜群，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妻子的留言。我估计她忙着带女儿呢吧。买了菜赶回家准备做饭，推开门的时候，我却愣住了。哪有什么妻子？屋里只有躺在沙发上满头是汗、脸色难看的女儿。就连厨房门口的垃圾，还是上次我做饭留下的。爸爸，我1天没吃饭了。爸爸，我头好疼。女儿看到我回来，立马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连忙过去抱着她，伸手一摸脑袋，吓了一跳。闺女发高烧了，妈妈呢？我连忙问。闺女道：妈妈上午接了电话就出门了，让我找邻居要吃的，可是我害怕，就没敢去。我的脸色难看极了。王宁这个女人，怎么忍心看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挨饿？又怎么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？闺女不过才上幼儿园大班啊，根本不会照顾自己的。我连忙开车带女儿去了医院，顺便在路上买了份她最爱吃的麦当劳。老同学，你怎么当家长的还是再晚点？孩子脑子就要被烧坏了，
知道吗？我坐在医院走廊焦急等待，一身护士服的女人从旁边病房里走出来，语气冷漠。我听着声音有些熟悉，扭头望去，顿时一愣，是刘莹。今天太忙了，就把孩子给老婆带，谁知道她出门了。听到我的解释，刘莹脸上的冷意消退了一些。那天亲子活动的时候，我跟刘莹聊了很多，也聊到妻子王宁最近的行为，她比较了解，暂时没什么大碍。我给了她一点零食垫肚子，谢谢。道谢之后，刘莹点了点头，又去忙工作了。她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，事情比较多，女儿暂时脱离危险。我拿起手机拨打王宁电话，准备质问她在哪儿，谁知道一连打了3个电话过去，王宁愣是一个没接。我忍无可忍，就打开手机里的情侣定位啊，看看他现在在哪儿。这时候美团的信息提示我，王宁用我的银行卡在某酒店开了一间房。我一看定位，就在医院附近，心中不好的感觉愈发强烈。我顺着地址很快就找到酒店，并来到309房间门口。咚咚咚，我用力敲门，并贴在门上听屋内动静，很安静。我又敲了几下，大概等了1分钟，屋里传来回应：“谁呀？”“李贤。”是李贤的声音。咔嗒，房门被打开，李贤探出头，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我猛地将门推开，冲进屋内，看到了不敢置信的一幕：白色的大床尾架着一台摄像机，地上又散落着各种风情内衣。王宁坐在床上，穿着短款青花瓷色的民国风旗袍，这本是一幅很香艳的画面，可我看得七窍冒烟。王宁，你在干什么？王宁下意识攥起被子盖在身上。老公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在当李贤的模特，他开了一家店。啪！我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你可真敢为了艺术献身啊！给李贤当模特，女儿都不要了是吧？你知不知道闺女发高烧，要不是我回来的及时，她脑子就被烧废了。李贤走过来，拦在王宁身前，有事好好说。别！我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在李贤脸上。你还装起圣母来了是吧？我打我老婆，干你屁事儿！王宁将李贤拉到身后，冲我怒吼：“你神经病吧？家暴我就算了，干嘛打李贤？李贤又没有得罪你。”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便是我的妻子，为了她的白月光做这种出格的事，还差点把女儿一辈子给毁了。我有时候甚至都在怀疑，闺女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。事情终究还是闹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。我没看见便算了，既然看见了，那肯定不会这般轻易原谅。我对王宁说，如果他再这样下去，那就只有离婚一条路可以走。本以为他会有所收敛，没成想他竟来了句：“离就离，谁怕谁。”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我只是想用离婚的方式逼迫王宁和李贤断了联系，想让他回归家庭，却没想到他根本就不在乎，或者说他笃定我为了女儿不敢跟他离婚，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过，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不想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仗着我对女儿的宠爱，肆无忌惮地挑战我的底线。到最后，在王宁的一句无理取闹之中，结束了这次毫无意义的争吵。我回去接女儿的路上，微信收到陌生人的添加请求，同意之后，对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是我妻子王宁出轨李贤的视频。就在刚刚的那家酒店里，是一段2个人激情拥吻的视频画面。我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愤怒再次被点燃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个视频是李贤用小号发给我，故意刺激我的。李贤这个男人想夺走我的女人，
我听王宁说过，李贤回国之后混得并不好，现在靠着做情趣网店生存。要不是真的没钱请模特，怎么可能找王宁拍摄那些照片？我反手就把视频发给王宁。李贤这种幼稚的小把戏，无非就是想刺激我离婚，他做到了。我准备离婚，但我也不能让他爽。这段视频发给王宁，我想看看王宁是怎么对待这段视频，对待我们的婚姻关系。但凡他再有一丁点让我不痛快，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家族群里，让他丢脸蒙羞，一辈子无法见人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段视频发给王宁之后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。视频犹如石沉大海，没有掀起一丁点的浪花。或许是王宁选择了息事宁人，结婚多年，他很清楚我的为人，也知道我一心为了孩子，所以才会纵容他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底线。他依旧不知悔改，和李贤关系搞在一起，关系暧昧，甚至酒店事件之后，他玩得更开了。原本王宁还藏着掖着，后来干脆明目张胆地跟李贤鬼混，我的心更冷了。工作上，领导给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，导致我根本没有时间带孩子。好在刘莹的出现，让我的紧凑的生活节奏暂时得到了舒缓。她为了照顾自己儿子，辞去了护士长的工作，目前在医院当一名普通的护士，空闲的时间比较多。于是我托她带着照顾我闺女，忙忙碌碌1个月。为了感谢刘莹，我决定请她下馆子吃大餐。刘莹拒绝了，提议干脆在家做饭。她是跟别人合租，不方便，于是我就把她叫到家里，让她亲自下厨。刘莹的儿子很懂事，继承了刘莹温婉的性格，哪怕跟我闺女一般大，也知道疼人。有什么好吃的，都先紧着我闺女吃。2个娃娃就像是亲兄妹一样，关系可好了，看得我心都化了，呆呆地望着2个孩子，傻笑什么呢？刘莹递给我1根冰棍，又拆开2根冰棍，给他儿子和我闺女一人发了1根。呵呵，我在想，要是有个像小凡这样乖巧的儿子就好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想要个儿子。刘莹翻我一个白眼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重男轻女。我没有跟他继续嘴贫，转身进入厨房，开始给刘莹打下手。外面的天渐渐转黑，一桌丰盛的饭菜也陆续上桌。叫来2个孩子，正准备开吃的时候，大门门锁发出咔嚓一声，然后王宁就进了屋。王宁看到屋里多出2个陌生人，猛然一愣。他先看了眼刘莹，随后看向我。他是谁？哦，介绍一下，刘莹我同学，也是我女儿同学的妈妈。阿姨好。小凡非常懂礼貌，主动打招呼。闺女就不一样了，她看上去有点畏惧自己的亲妈，实际上母女俩关系一直都很一般。王宁一有点不顺心，就会拿闺女出气，这就导致闺女很怕她。怎么不喊妈妈？真是一点都不懂礼貌，还不如这位小孩哥懂事。很显然，王宁在指桑骂槐，说刘莹越界了。刘莹自然是听不出来王宁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但是我可太懂了。刘莹很尴尬，她冲王宁微笑了一下，就把小凡抱回大腿上坐着。我知道，现在该我说话了。于是我问王宁，你不是出去跟李贤出差了吗？怎么今天有时间回来了？王宁皮笑肉不笑道，我要是不回来，能看到这一出好戏，这女人都快把我家给偷了。我默默喝了一口饮料，淡定道，说话过分了呀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王宁一把将闺女抱到怀里，对着她屁股就是一顿打，直接把闺女给打哭了。同时他嘴里还嚷嚷着，有奶便是娘是吧？
小畜生，忘记谁生你养你了，敢吃别的女人的饭。我的手艺王宁是清楚的，味道一般，根本做不出来如此色香味俱全的美食。所以他是借着打闺女骂我呢，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。我一把将闺女抱过来护在怀里。王宁，你别太过分了。王宁气坏了，又你过分，都把女人领家里来了。一旁的刘莹看不下去了，说：王女士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，怎么只让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是吗？王宁刚要发作，刘莹根本不给机会，直接抱着小凡快人一步来到门口。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老同学，你看人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，先走了。随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王宁气疯了，一把扯起桌布，将一桌子饭菜掀翻在地，而我一边抱着闺女安慰，一边冷冷地看着她发疯。真不明白，这女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明明是她出轨，现在却好像是我错了。王宁，我们和平离婚吧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女儿抚养权归我，你可以跟李贤潇潇洒洒浪迹天涯，没有人再管你了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王宁拒绝了我提出的离婚建议，还表示离婚不可能，就算离婚，他也一定会争取闺女的抚养权。我懂他，他也太了解我了，知道我的软肋就是闺女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一旦离婚，法院会优先把女儿的抚养权给他，而我是第二候选人，这就是他威胁我的最大底气。我很疑惑，不明白他为何不肯跟我离婚，但我也丝毫不惧，因为我有他出轨的视频。我接到领导下派的任务，需要出差1省3天。原本我想求刘莹帮我带闺女，可王宁一改往日常态，说什么都要亲自带女儿，还跟我发誓表示一定不会让发烧的事件重演。到底是亲妈，我总不能一直麻烦刘莹，索性就答应了。离婚的事情暂时也被搁浅。忙碌的时间总是飞快的，3天时间转瞬即逝。我一回到家开门，就闻到饭菜的香味。闺女在沙发上玩耍，听到开门锁，充满灵性的小眼睛立马锁定我，扑过来要抱抱。我心情愉悦，一把将她抱在怀里。回来啦，看看我做了什么，你最爱吃的土豆烧鸡。王宁身上系着围裙，将一盘土豆烧鸡放在桌上，温柔地对我说。我愣住了，以为是时间倒流，回到了几年前刚和王宁结婚的时候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心里幻想着，如果时间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可现实就是现实，王宁出轨了，出轨了李贤，这是我无法原谅的。似乎是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，王宁柔声道：老公，我想好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我刚要说话，就被他打断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如果你过不了那一道坎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出去找个妹妹潇洒一夜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不过不允许你找刘莹，如何？我愣了，他问我如何，我有点迷茫。王宁已经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，这种话是一个妻子能说得出来的吗？明明是他的错，最后用一笔钱找女人潇洒一晚，然后就接过去让我翻页。我一直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身体上的快乐，不可否认，这种快乐的确能增进夫妻感情，但它不应该成为一种筹码。王宁略微有些错愣，很快眼底便掠过不耐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都做出这样的让步了，你还要跟我纠结？不等王宁说完，我就打断他的话。李贤跑了是吗？他丢下你自己跑了对吧？王宁沉默，我冷笑着继续说出，你本来就打算要跟他在一起，
所以我的态度你无所谓。可是他突然跑了，你没了依靠，也认清了李贤，所以想找我当接盘侠。你想利用我闺女，逼迫我就范，再上演一出贤妻良母的戏码，让我原谅你，对吗？其实早在出差期间，我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警察告诉我，李贤涉嫌贩卖不良视频，诱导用户付费观看。这个家伙不仅开了风情网店，还偷偷将王宁和他在一起的视频发布到小网站上，提供给用户付费观看。那个视频我看了，警察发给我的，跟之前李贤发给我的视频又不一样，是在三亚的海边，一个没人的沙滩上，两个人迎着海风海水，做着羞耻的事情。我发了个视频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没有记错的话，1年前你借口和闺蜜去三亚旅行，其实是偷偷背着我跟李贤去三亚玩野战去了吧？王宁点开我给他发的视频，脸色十分难看。李贤这个畜生，居然背着我把视频上传！砰！一气之下，王宁直接将我给他买的手机灌在地上，摔得屏幕震碎。看到他发疯的模样，我并没有继续刺激他，说不难受，那是假的。我花钱娶回来的女人，被李贤这个家伙骗财骗色，最后还将羞人的视频发布到网上付费供他人欣赏，这换成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无法原谅的。我恨李贤，更厌恶王宁，他这样做以后，闺女和别人谈起自己的母亲会怎么想？所以我必须将事情隐瞒下来，更不能让闺女知道这件事，将悲剧扼杀在摇篮里。和平离婚吧，你的蠢事除了我之外，不会有更多人知道。王宁沉默了半晌，突然问我，为了女儿，你也不会将这件事爆出来，对吗？我点头，他突然露出自信的笑容。所以呀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，就是死，我也要当你的妻子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不要脸，见我依旧没有反应，他欲下跪，我立马伸手阻止。宁，别这样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接受不了一个背叛婚姻的女人跟我同床共枕。你可能会说，为什么男人出轨就可以被原谅，女人为什么就不行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结婚多年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灵，我都一直忠诚于我们的婚姻，所以我接受不了你的错误。他还想说话，却再次被我打断。我知道你很急，想说话，但是你先别急，不要把我对你最后的好感也给磨灭了，可以吗？至少你还是闺女的母亲，不是吗？王宁终究还是听了进去，他同意了离婚，我也遵守离婚前的约定，对双方父母声称是夫妻感情不和。关于他出轨的事情，我只字不提。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大度，离婚了还分他一半家产。我去幼儿园接闺女放学，意外碰见了刘莹，聊天的时候跟她讲了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当听到我均分婚内财产，刘莹非常意外地看着我，她也没想到面对妻子的出轨，我还能在离婚后分给她一半资产。不像我丈夫，为了一个小三，连他的亲生儿子都给抛弃了。和你比起来，我丈夫真的连个畜生都不如。我苦笑着没接话，能说什么呢？王宁出轨在先是不错，可他终究为我们家平添了一个闺女啊，总是功大于过吧。老同学，我好像看到你女儿被人接走了，你看马路边。刘莹的话把我吓一激灵。王宁不在这个城市了，除了我还有谁接闺女？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我目眦欲裂。只见背着小黄鸭书包的漂亮闺女被一辆面包车突然拦下，然后一个蒙着面、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从面包车里窜下来，一把将我闺女抱起，
粗鲁地塞进车厢里。随后，面包车冒着黑色尾气扬长而去。快，帮我报警！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化成灰，我都能认出来。李贤，他难道是疯了吗？光天化日之下敢抢我女儿！我坐上车，猛踩油门，顾不得红灯直冲马路。很快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外地的。我挂断没管，烦躁的铃声再次响起。我刚要再次挂断，突然侧面冲出一辆失控出租车，轰！我感觉浑身剧痛。不知道多久，我被救护车的声音惊醒，才发现自己在救护车里，正被送往医院的路上。一旁，刘莹神色焦急：“报警了吗？”我问。刘莹红了眼：“报警了，警方正在全力追捕，你放宽心，准备接受治疗。”我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刘莹再次将我摁下。有什么新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安心等待做手术。你的右腿正大出血。我绝望地闭上眼，不明白自己到底哪儿得罪了李贤。他对我前妻骗财骗色也就罢了，如今竟还想要把我女儿拐走。我发誓，等我伤好了，一定要报复他。李贤，他触动了我的逆鳞。好在我只是受了皮外伤，医生缝上我的大动脉之后，我暂时脱离危险。看着伤势很重，实际上只要安静休养就没事。警方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一趟某某大厦，还说我女儿也在那儿，被李贤当成人质。更重要的是，李贤被团团围住，他点名要见我。等我赶到之后，意外发现前妻王宁也在现场。大厦楼顶边缘，李贤将我闺女抱在怀中，掐着脖子，将她的脑袋和心脏部位藏在闺女身后。警方一时拿他没有办法，这人反侦查意识很强。你好好跟他说，千万不要激怒他。一名武警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上前。我点了点头，踏上天台。王宁也跟着同步上了天台。我和王宁、李贤三人呈三角形，分别站在3个角落。李贤，我没有得罪过你吧？你原本只是传播隐晦视频罪，如果继续执迷不悟，你这辈子就没救了。赶紧把我女儿放了，你还有机会。李贤也不露头，他将我闺女抱在胸前，用他的身体护住了自己的脑袋和心脏，一只脚还踩在天台边缘。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出现不可挽回的意外。哈哈哈，你的忘性可真不小啊！难道你忘了，我突然离开学校出国留学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你举报的功劳吗？一句话让我瞳孔猛然收缩。10年前，我还是大2学生，那时候我是个只懂学习，和陌生人交流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腼腆男生。后来我遇见了王宁，第一次见到王宁的时候，就被她的颜值深深吸引。她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递给我一份午餐，因为她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也知道我快2天没吃上饭了。王宁的善意让我第2次感受到温暖，她是我人生中第2个爱上的女人。后来我得知王宁和李贤在谈恋爱，便心生嫉妒。李贤除了家里有点钱，一点才华都没有，整天就知道混迹在各种娱乐场所，除了泡妞，学业一塌糊涂。甚至李贤还一边跟王宁恋爱，还偷偷跟外校的一个女生出入娱乐场所。我觉得他配不上王宁，只有我这个沉默寡言的学霸才能配得上系花王宁。于是我就举报了李贤，因为我在酒吧当服务生勤工俭学的时候，看到李贤吸违禁品。学校为了将这件丑闻压下去，秘密对李贤开除学籍。只不过涉及到国家禁止的事情，警察就对他进行盘问。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
他的父亲表面从事外贸，实际上偷偷运送违禁品。后来，李贤被连夜送往国外，而他的父亲则是被抓捕枪毙。其实那天，李贤除了给我发了一段他和王宁欢好的视频之外，还给我发了一张图片，上面是一页翻了黄的举报书，上面有我的亲密签名，甚至还有威胁我必须跟王宁继续婚姻关系，并且有机会他还要当着我的面欺辱王宁。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脱离了他的掌控，他早就知道我举报了他。谁年轻的时候不会犯错呢？我怀着烟渣的心思举报了李贤是不假，但他犯法也是事实。他对王宁骗财骗色，最后威胁我不许离婚。前者知道的人不多，后者知道的就只有我跟他，所以我跟王宁离婚，让你不爽，你就绑架了我女儿。面对我的问题，李贤笑了，他道：“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被学校开除之后，一直跟王宁有联系的，包括你想象中的那种联系哦。”闻言，我脸色微微一变，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结婚前一晚，我和王宁还在一起了。我搂着王宁，跟他打赌，1年后他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？1年后，他告诉我孩子是我李贤的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将来你要是知道我鸠占鹊巢，表情一定非常精彩吧？可是我没有想到，王宁骗了我，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他体内流着你的血。我听到这里，脸色不断变换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些年跟我同床共枕的女人，居然早就背叛了我。我看向王宁，王宁不敢与我对视，她只是哭着，一遍遍哀求李贤放过他的女儿。我被气得不轻，拳头紧紧攥着，我想弄死他。我道：“所以你不服，就把你跟王宁的视频上传到网上，想利用这件事让我大闹一场，在家里人面前丢人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我会选择息事宁人，对吗？”李贤逐渐陷入疯狂。你可真大度啊！老婆跟别人出轨了，你还能这么淡定？但那又如何？现在我这么一闹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的糗事。是你因为嫉妒心，把我一生都给毁了，把我父亲害死。所以今天要么你死，要么你女儿死，选一个吧。你确实是疯了。我逐渐冷静下来，因为在对话中，他已经渐渐将我闺女放下，露出了致命的弱点。现在我需要将这个弱点无限放大，让警察有机会抓住罪犯。李贤，我不认为自己有错，因为你吸违禁品本就有错在先。你爹也该死，他偷运那么多违禁品，害惨了多少平凡家庭。你和你爹一样，死了都活该。李贤气坏了，仰起头就要骂我。砰！枪声响起，我连忙冲过去，将女儿抱回怀中，尽量不让她回头看。李贤死了，王宁的事情再也瞒不住，被更多的人知道。原本他是一个人去其他城市生活，如今他全家人都搬离这座城市，而我则是带着女儿生活。后来刘莹慢慢跟我走到了一起，有了贤惠的她加入，我慢慢恢复到平静又平凡的生活当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